大家好，我是乔阳，今天是29岁的最后一天，我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崩溃，没有焦虑，甚至有点普通，好像也不太普通。而今天是环游世界第265天，也是365的倒数100天。当初推我出发的人突然出现在匈牙利，我看见他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出发前的自己。毕竟29到30不仅是个数字的改变，也是一种人生阶段的结束。登录30，倒数计时。耶！怎样？大家早，我是凯文阳。GGY，你现在29哎，你可以跟大家讲，我是20几岁的人。我现在也可以讲20几岁，你应该30岁了吧？32了。这样一讲，好像目前有些微的一些感觉，像是小紧张，心态上不知道怎么转变。因为接近会有感受了，我给个建议好不好？你是肯德基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行程就是把剩下的景点逛完，因为我还有很多景点没去。快点，太漂亮了。baby。他们的游客方式 ，Is it scary？ 我们想要搭这个非常知名缆车。哇哦 This is a river cruise. It takes around 1 hour. 这样我们就算看到了最后一个景，国会大厦，还有没有？OK， 我们现在回家了，我们来看一下11期外在干嘛。你在干嘛？剪片啊。花几小时？我今天1小时好不好？你有病！来看下创作者多卖命，他还带了这个来，这个是专门让他剪片用的。就是专门就是告诉自己说，我只有这个时间，给我好好剪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整天大家看到的片变成短片会长怎样。20 minutes later。怎样？怎么了？投降。投降了。我先写好了，早上起来再剪。我刚就写完我日记而已，然后就休息，发呆个20分钟，思考自己。然后我刚刚看到他中间跑去睡觉，然后现在爬起来剪，顶不住了。旅游是比想象中的累。你讲。你在门上睡觉？你看到有人睡在门上？不是，我有资格睡觉吗？当然有资格啊！你跟我小。各位，这就是冲锋狗。我刚刚写日记，我就稍微念一下。今天早上 CC 问我说，倒数36小时是什么感觉？我回好像没什么感觉。但现在写日记的我，看着29数字变30，突然浮现在我眼前，就有一种无形的责任跟使命感。我不晓得这是社会的框架，还是某种方向在指引我。就这样，目前就是一个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不论男生跟女生30岁都有一个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我觉得不是社会给。所以你觉得是社会几率高一点？有没有可能是 super power 神秘的使命感降临，我将变得很强大？我觉得有会不错但好像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你睡觉然后起来之后，走了一个7小时的29岁，不划算的，不要睡觉了。这样更不划算吧？好，那就明天见。那我在你睡前，我再留给一句话：平凡是最后的答案。Thank you, bro. 大家早，早上好。上天送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礼物，我竟然有点感冒了。这个是好的征兆，就是你在一个很糟糕的东西结束，在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我今天所有一切都会变更好，都会变得更好。但我跟你说，今天你就当个小公主吧，我来带路吧。谢谢我小王子。其实今天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单纯的感受跟老朋友、熟悉的面孔，享受这365天少数的非独旅。我们都很想念中式料理，但更想念台湾。傻小啦，怎么突然讲到这个？现在的我，除了家人跟工作需求，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留给现在，试着学会接纳每一刻情绪，在最后的24小时，当个成熟稳重、有肩膀的屁孩吧。对 ，Coffee Works， 看你可不可以在29岁最后几分钟脱单吧，我来找个艳遇好不好 ？Be single。我这状况下怎么找艳遇啊？我天啊，我自己性欲都突然骤降了，我都有感觉。真没想到，今天在生日这天生病了，不是很舒服。而且我还是有在吃止痛药的情况下，也是保持有点鼻涕的状态。我现在有感觉到，我讲话不能太大力。来看着一个已经没办法讲话，但还是要跟镜头交代的凯文样。我讲话声音越来越小声，你就给我暗示吧，我来告诉他们就好了吧。好，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好度过这29岁。我待会呢就会找很多的妹子跟他们一起玩。我们开心哦！现在要去泡汤，最后7小时。来过29岁，好不好？因为在人在我已经放掉了，是吗？因为生病了，我想我赶快30岁了。日本泡过汤吗？
肯定啊。来欧洲了，没有，既然第一次来欧洲就泡汤，这不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是欧洲泡汤这个东西是大不会，今天感觉很冷呢。你他们都疯了吗？在冬天的时候还去游泳？我怕我会爆感冒哎。我觉得你只有2个可能，就是泡完汤之后呢，好了，或者更糟糕。你觉得哪个比较高？我自己觉得变好更糟糕。对倒数7小时，30岁。其实6小时半，6小时半。笑，他妈有钱人哦，妈 credit 卡爆喷。啊，我的心情呢，其实没有太多，真的没有太多。真假的？但我跟你说，待会的泡汤都是女生哦，你会只跟女生泡汤哦。有吧？比较有感觉的吧？没有这种事，没有吗？没有这么爽的事。OK，thank you。女生左边，男生右边。哇靠！你看这个，这是哪个？所以我们是不是从那一个？小酷的，超酷的。破 ，OK。要冲了吗？感觉会冷死。超冷！手机会有事，我告诉你。Oh yeah， 舒服哎！而且还可以游泳哎，第一次在温泉区可以游泳，真的哎！它这个像泳池一样。然后你看它这个四周，那整个区其实都是。那其实中间夏天的时候应该是会有游泳池区，然后又有在垃圾。太多情侣在这里，让我开始生气了。那妹子感觉需要帮忙吧 Hi. You alone? Yes. Travel here. Yes. From Germany. From Germany. What's your name? Victoria. Victoria. Hi. Nice to meet you. I travel alone too. With my friends. Yeah, I visit him. 5 days, and I travel 1 year. And my videos now. Yes, I make video. You make video too? A little bit. Yeah, I see you. Tomorrow is his birthday. How old? Yes. Are you 21? No. 22? 33. Me, my turn. You, yes, me. 20? No way. No way. 30? Yes, that's 30. Nah.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 55. Get away. 60. I like this. So this is your like second day, third day? Second. Same. Will you feel alone? Yeah, 5 days okay. Yeah, 5 days okay. He traveled alone for 270 days. Yeah. It's okay. It's okay. Need picture? We are good at photoing. Yeah. 1, 2, 3. 色鬼. Okay, yes, more of this. More what? 1, 2, 3. 我要生日快乐！我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离开，我会祝你幸福的，好不好？我在这里正式宣布，凯文杨交了一个德国女朋友，30岁脱单啦！我病好了，人生第一次在欧洲泡温泉解锁。看你穿得很白，哪里？怎么样？30了，怎么样？讲实话，我们完全都没有刻意去兴奋，对不对？就是一个按照正常的行程在做事情。其实我已经发现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刚刚在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猜年纪，然后他猜我的，然后我就直接说30，然后我说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受到一种大哥哥的感觉，有那种一个责任在嘛，然后多了一个无形的肩膀，我好像得扛下更多东西，得扛下，会有一种我好像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更多这样的感觉，更多对，我比较敏感嘛，就是2字头会觉得还可以狂。我觉得你29的时候，你还会归类我还是20几，但你3的时候啊，你30哎，你确定你还要狂？你30你还环游世界，不好好结婚生子，好好打工吗？社会会这样感觉。我现在这也只是感觉而已。不过环游世界要100多天，你可以让我好好思考下一个5年，3字头的我想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或者是梦想版。因为我21岁的时候，我做梦想版，梦想版我列了30个，大概有15个都是跟出国有关。但是当我决定环游世界365天的时候，以及我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原来我已经完成我的梦想版了。可能翻开我曾经梦想版想去的国家，我竟然没有当时写下来的那种冲动感，我才意识到，那我到底要什么？所以大家看影片前3个月看得出来，我好像不太知道拍什么，自己到底在干嘛，只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有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一刻吧。你会不会觉得只要出发的，好像慢慢就会找到？对啊，我是这样子跟自己讲的。我发现每一次的找到，好像不是因为你开心而找到，而是你失望而你找到。而且失望可能是那种好几天的那一种，很深的失望，不是那种可惜，而是为什么我当初要这样选择？我到底在干嘛？这张365也是我给自己的礼物啦。最后的2字头，好好的去世界各地走走。所以其实这一趟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生也没差，因为每一天都是庆生，至少这整趟都是。Anyway， 反正30岁我就多了一个担当的责任感，但我也不知道我会担当多少事情。然后我的频道发展得更好，然后我有更 focus 在我内在的事情，同时观众也喜欢，这是我最理想的状态。这趟我学到最大的一个感受，我们刚才讨论到，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想追求自由，这1年背包客对我来说就是无限的自由，但其实自由也是代价，就是你得孤独。如果要享受自由，就必须能够先接受孤独，对啊。谢谢你陪我度过这5天的孤独，相对的也不自由。但没关系，之后你就继续拥有你的自由吧，拥有你的孤独吧。尽自由跟孤独。谢谢你这本日记，让我走到了今天。我长大了，也变强了。今天被 CTY 说抱歉，我真的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我心里想说，我已经送了自己1年的环游世界，你能来参与陪伴我的孤独，已经是最棒的礼物了。这趟的我给自己无限的自由，却上了一堂名为孤独的课程。没什么想许的愿望，只有顶多一个吧，活着回台湾，见心爱的家人、朋友还有猫仔，让我好好跟你们分享，在这旅途中的辛酸血泪跟刺激挑战。你哭了？对啊，因为我已经坐在这边了，所以我特別傻眼。Holy shit,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made it. Yeah, you made it. 我刚回到家的时候，看一下我的四周，我的想法是，这边舒服成这样，我怎么有那勇气出去1年？我刚闪过这个画面，说我怎么有那个勇气啊？嗨，大家早！今天是我生日，11月4号，轰轰烈烈的1年，但很平凡的1天。今天天气也是无比寻常的美丽。5500。Close。我们最后一个。直接关了吗 ？Close。Thank you. Shall we run? Sure, yeah. Yes. 4点半，然后我们3点走进这个动物园。因为这个小屁孩说他想看动物，生日快乐！ 30岁看动物，30岁看动物，耶 ！Rilla 方 Kingo， 等下他吃欧洲树叶吗？欢，然后求美动物啊，还不给我们便宜一点？对啊，玩一个打折啊。哦 ，so cute。小呆瓜是凯欧里吗？你知道它原产地在哪里吗？马来西亚。屁的！你都会一直在看马来西亚的动物？看咯，你住蜀邦吗？没有，他住 SS2。来看一下。哦，老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老虎，你又来看马来西亚的动物了。SS2 的。SS2 的，好臭哦！突然间懂狐臭味什么意思啊？你有狐臭哦。哇，好特别哦，很漂亮。我以为这边就爱吃的动物。中部爬山金融场应该看到一大堆跑来跑去，真的是台湾来的。要不要一起回家 ？No。他跟等来啊！你来欧洲看台湾山羌，啊，你来欧洲看马来虎。What's your name? Yan. Yan. My name's Kai. Nice to meet you. CCY.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ong time. So you only count the distance. Sometimes. No map, no Google, no internet, no nothing. You just walk. Oh, what's the distance? 6,000. Over 6,000. Sometimes one day I take 32, 35, 38 kilometers. With that. Yeah. Yeah, so you carry this. Plus 7 kilo. Food, water. You walk all over the Europe. Yeah, I used to work, but now I have problems after vaccination, COVID. I get paralyzed. I have to learn to walk. Then I just start traveling. And you not stop until. And I don't know until I. So do you have any destinations? No. Just follow the My feeling. head one day say, I'm going there, I'm going there. Just one sentence to the audience, to the Believe people. yourself. Mm-hmm. Believe yourself. That's Whatever it is, believe yourself. Okay. That's a very strong word. That's strong one. Thank you. All right, Yan, see you. Bye bye.
感觉他应该是走路让他觉得他还活着吧。对，他的心就是地图。Respect， 对，你有办法？我没办法，有牵挂，还有很多东西要顾虑。他这个是完全他放下所有欲望，放所有，他可能这是他的一切，寻找自己。他有自由，也有自律啊。确实啊，但是是孤独的。好啦，那现在到了分离的时刻了吧？十字路口，他往左，我要往右，这不就人生吗？我问你，我是你的第几个？很多个了，每次的情绪怎么样？越来越习惯。其实就是我会觉得我知道我们有一天会再见的，但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我的心情肯定就是啊，我上一次的时候，我的情绪就是我只是你的人生的一小部分，你走了，我就留着这个情绪，然后你已经往前走了，就好像我失恋了，你也失恋了，我还没有下一半，然后你有了下一半，你无缝接轨，我的这个情绪过分。然后现在你也是，你把我丢回台湾，你也是无缝接轨台湾啊？什么意思？我记得昨天你有讲过，明天了，你又会有一段时间又回归到孤独的这件事，你会怎么办？就习惯。感受一下这种倒数99天的孤独感。我觉得上一次跟你见面跟这次见面最大的差异是，我感受到我们彼此都有更相信自己了一点，确认了自己的方向。因为我们在见面的时候，6月3号嘛，彼此都有一些坎还不知道怎么办，还有很多未知数是吧？然后经过了到现在已经11月了，整整5个月，然后大家都成长了。你不觉得有时候当下很痛苦，但你回头看其实成长很多吗？当下的那个痛苦真的是最大成长的机会。你就是因为你有痛苦，你才可以成长，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痛苦，大家去寻找痛苦吧，然后并且接受成长。OK 了，真的要走了，真的要走，拜拜，工作狂，拜拜，流浪者，拜拜。哎，答应我，不要回头，你就往前走，你继续讲你的情绪。好啊，往前走，我就继续往我的情绪走。世界另外一个角落见。对，我猜应该台湾，我猜马来西亚。OK， 好，拜拜。好，拜。OK， 那就不回头了。那刚跟这一趟旅程的开端的朋友相处过后1周，都看他来干嘛？那也要重新踏上一个人的旅程了。这距离一拉开，突然间感觉到有点奇特，就是重新自由了，但是又重新孤独了。11月10号，第265天，也是倒数第100天。也是我生日，今天是完整的30岁体验，几乎每次的生日都平淡的过，今天也不例外。整理行李，吃意大利面，逛动物园，真的没事做，甚至觉得应该要一起体验搭巴士的感觉吧。小可惜，小本应该更好，我还在捡到。我真的是有病啊！我真的是一心一，真的都是为了 YouTube 为了媒体，我真的好扯。But anyway， 30岁的第24小时收到了不少祝福。但多了不同的是，10年前的朋友告诉我说：“你真的说到做到了。”突然很感谢他们在当时就相信我能做到，而今天没有让他们白相信，极度的感恩。也许这也是我想成长往前的动力吧。第3个10年的序章，一脚踩进青春的中东，一脚踩进成熟的宁静。以前可以逃，任性，等明天再说。现在似乎得让事情转动，好像不是痛，也不是快乐，而是胸口有种重量落下，那感觉像是好，交给我吧，我得处理，我该处理，我能处理，好像更接近理想中的勇者、骑士，甚至英雄查迪迪。天哪，我也太扯了吧！我怎么写这种东西啊？20出的我几乎完成了10年梦想版的许诺，也该是时候画下下个10年。大话说多了，今天倒数100天，29岁的你完成了365天的2/3，剩下的1/3就交给你吧。而力哥，来吧。下集我们将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除了充满音乐气息的城市、美丽的街道，还有诞生我爸职业的弗洛伊德的故居。我们将开箱这座城市到底长怎样。那我们下集一起搭火车前往维也纳吧。那今天要去维也纳短待个2个晚上，车站旁边这些建筑物超级现代化，超级没有探险的感觉哦。是圣斯德旺主教教堂，这也太像魔戒了吧！你看风景。然后每天中午12点采访，我在我遇上真是 lucky， 再来到了弗洛伊德的故居，怎么全部都是字啊？所以其实这篇爆料象征着整个精神分析时代的结束，但是传奇的开始。才有了门票500块，我爸才有工作。贝多芬，他的租屋处之一啊。我们现在走过贝多芬，才
曾经的租处，这是他当时的手稿，最有名的就这首。有人看得懂吗？很有感觉，在贝多芬之家听贝多芬的音乐。